大家好，我是戴着眼镜拿着话筒的阿拉斯加偏偏，欢迎来到今天的本周看啥片。上周我压谦儿大爷的《老师好》会成为黑马，票房比同天上映的其他电影要高，一不小心就蒙对了。还有谁？其实《老师好》之所以能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逆袭，主要还是因为电影够接地气。《波西米亚狂想曲》和《地久天长》确实是好片子，而且有影帝影后的大奖加持。但很多观众其实并不关心什么金狮、金熊、奥斯卡，谦儿大爷倒是个熟面孔，而且这次他的演技有一说一还是非常到位的。周末我带爸妈去看的，把老太太都给看哭了。目前《老师好》在各大平台的评分都不低，我桃自叹不如，表示我们欠于谦老师一个影帝和一辆自行车。我很欣慰。说完马后炮分析，下面说一下本周的院线新片吧。海市蜃楼，看不见的客人导演奥利奥尔保罗的最新作品，讲述了25年前一个小男孩目睹了邻居杀妻的全过程，在逃跑途中被车撞死。25年后，女主搬进了小男孩住过的房子，因为一场雷暴，竟然能通过电视机与小男孩跨时空对话。本来只是想救救孩子，没想到就此改变了历史。女儿没了，老公和身边的人全都不认识自己，于是女主只能在雷暴消失前的15小时里，与唯一相信她的警长解开所有的谜团。没错，又是偏偏最爱的悬疑烧脑片，而且因为偏偏有个背得很硬的二大爷，所以有幸参加了本片的首映礼，还见到了导演。实话实说，还是没有达到看不见的客人的高度，但依然是一部让我舍不得剧透的优秀悬疑片，我能给到8分，目测在内地砍下1亿左右的票房问题不大。小飞象电影改编自1941年推出的迪士尼同名经典动画，而真人版导演就是一直被誉为好莱坞鬼才的蒂姆·伯顿。提到他，往往能想到的是黑暗童话、哥特风、脑洞大开的故事。这次电影《小飞象》的卡斯阵容也堪称逆天。虽然蒂姆·伯顿这回没拉上约翰尼·德普和自己的媳妇海伦娜，但还有伊娃·格林、科林·法瑞尔、迈克尔·基顿等一众大牌。迪士尼再次诠释了一把什么叫有钱真的可以为所欲为。目前电影在烂番茄上的评价还没有解禁，但《小飞象》不仅仅是把童年动画做了一把真人还原，电影中也不全是真善美，结局揭露了马戏团各种不为人知的黑暗秘密。凭借这种卡斯阵容和导演的黑暗童话故事，电影值得一看。人间喜剧由大春和秋雅主演的一部喜剧电影，但其实跟开心麻花没啥关系。电影讲述了被公司拖欠工资交不起房租的电台主播和欠下巨款不被亲爹宠爱的倒霉富二代，两人合作上演了一出假绑架案。导演孙周此前曾指导过《周围的火车》《新乡》等佳片，但也有不可思议这种现象级烂片。不过偏偏对他印象最深的还是成龙大哥神话中他饰演的大反派。另外电影名字是人间喜剧，但看了预告片笑点真的不多，倒更像是一部人间悲剧，有几句台词还挺抓人的。我的事儿都是小事，照样压死。经过《夏洛特烦恼》和《羞羞的铁拳》，艾伦也终于一步步走进大众的视野，成为了能独当一面的喜剧演员。希望电影不要扑街，败坏掉艾伦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人气。精灵怪物疯狂之旅，本周院线唯一一部动画电影，讲述日常丧气的一家人在化妆舞会上偶遇老巫婆，然后全家人都变成了怪物，其中妈妈成了吸血鬼，爸爸变成了科学怪人，姐姐成了木乃伊，弟弟成了狼人。乍一看有点像低配版的精灵旅社，故事也是全家人先逗逼冒险，最后结局再宣扬一下一家人就是要整整齐齐在一起的美食精神。想带孩子去电影院的可以考虑一下这部。警告，又一部西班牙惊悚悬疑电影，去年3月份就已经在西班牙上映。据看过的小伙伴表示，电影虎头蛇尾，最后居然还变成了有宿命色彩的灵异片。现在引进国内，居然还跟海市蜃楼撞，我觉得这片子也不用抢救了，铺盖铺定了。3重威胁之跨国大营救。还记得我说过片名带之字的大概率出烂片吗？演员阵容中有大家熟知的卢靖姗和托尼贾，据说还汇聚了中美印泰4国的动作明星。喜欢动作片的小伙伴可以考虑去试试读，反正我就不是了。似水流年，一部讲述昆曲传承弘扬传统文化的电影。剧情简介是这么写的：我要给大家讲的是关于我3个爸爸的故事。我的3个爸爸不是我的亲爸爸，他们是3兄弟，却又不是亲兄弟，有点蒙圈啊！难道又是一部烧脑片？预告片也很迷，一会儿兄弟反目戏比天大，一会儿暧昧不清现场抢亲，总之乱得一逼不知所云。我看结束难逃，讲述一位小说家将自己犯下的罪孽转嫁到别人身上，以至于分不清小说与现实，从而再次犯罪的故事。无剧照、无预告、无演员照片，估计又是院线一日游的国产可怕片。不看。好了，以上就是本周院线新片。总的来说，海市蜃楼、小飞象都可以去看。人间喜剧还拿不准，评分最高我赌海市蜃楼。以后本周看啥片打算搞个押宝游戏，大家都可以留言猜一下，你认为哪部片子会成为同档期的票房第一？偏偏将会从正确的留言里抽一个幸运粉丝，送上限量版阿拉斯加抱枕一个。票房统计到下周2截止，想参加的可以关注偏偏的微信公众号，在每周3的图文下留言碰碰运气。中奖名单会在每周3本周看啥片底下的留言置顶公布。偏偏的微信公众号全新改版，1周7天，天天更新，更多宠粉活动等你参加。拜了个拜。